你是否也曾被英剧里的某个庄园吸引？是否好奇那些庄园的主人现实中是否也过着和剧里一样的生活？这些地方如今又成了什么模样？本期视频我们将用旅行者的视角走进5个英国影视剧取景地，一起去探寻那些隐藏在英剧背后的真实世界。这些庄园有些因为仍有人居住，只能拍照不能录像，所以本片中部分的室内只有图片，不过感受都是我在现场记录下来的。挺好的，非常值得参观的。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或许你已经在剧里看过无数次，艾玛里走过的那条拱桥，布里奇顿里金碧辉煌的舞会大厅，还有王冠里白金汉宫的房间，其实全都拍在这里。现实中的它叫 Wilton House。 这座大屋呢，最早是一栋修道院，亨利8世将这栋大屋赐予了 William Herbert， 也就是后来的彭布鲁克伯爵1世。这儿呢，后来的几百年间就成为了彭布鲁克伯爵的府邸。现在呢，听说彭布鲁克伯爵有时候还会在这里居住。而楼下这些大厅就是影视剧的常客。这个 Double Cube Room 被称为英国最完美的房间，墙上挂着范戴克等名家的真迹。在电影《傲慢与偏见》里，这间大厅成了达西先生家的 Drawing Room。 不过现实的 Wilton 其实比电影更气派，毕竟镜头是为了剧情服务，拍的都是人的故事，很少有人专门抬头看天花板的。可你一走进现场，那个天花板真的太震撼了，透视感特别强，仿佛空间又往上延伸了一层。你觉得怎么样？挺好的，受到了艺术的熏陶，里面有很多画和雕塑。但其实现实 Wilton 不只有华丽。我们现在在这儿蹲守翠鸟，蹲几分钟看能不能看着。它的花园不小，有小河、古树、日式花园。其中有一棵树特别有名，据说是沙皇尼古拉2世亲手种下的。想想看，一个帝国的皇帝也曾在这片花园里留下过痕迹。现在的 Wilton 更像是当地人周末放松的好地方，草坪上到处是跑来跑去的小朋友，家长坐在一边喝咖啡聊天。哦，对了，伯爵家还有一个汽车厅，里边停着他们家的收藏车，很多都是能上路的真车。我还看到一辆上面还沾着泥，甚至它的车牌子上还有泥。他这个现在的主人肯定喜欢飙车，他这很多车都是性能车。第二站是 Belvoir Castle， 我们一路从山脚走上来，沿途的小牌子写着这座城堡的历史，从最早的诺曼时代1066到今天的公爵家族，每走几步就多了解一点，同时也把这段爬山路设计得像散步一样轻松。1952年 Castle open to the public。 等我们走到尽头，城堡就那样慢慢浮现在眼前。这个参观的感官体验很生动啊！它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是周围一片的制高点。城堡的圆塔、垛口、厚实的外墙，阳光一照，全是那种温暖的金色。看到城堡的那一刻，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剧总爱拍这样的地方。一边是厚重的历史，一边是风吹过草坡的声音，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似乎又什么都变了。Belvoir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诺曼征服之后，最早的城堡11世纪就有了，现在的样子是19世纪一场大火后重新修建的。现在的公爵一家仍然住在这里。我们到的那天正好他们有客人要入住，所以有几个卧室没有开放，但能看到的部分已经很精彩了。不仅仅是华丽的大厅，还有桌子上的家庭照片，都证明着这里真的还有人居住。如果你看过《王冠》，应该对这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
王冠里温莎城堡就是在这里拍的。不过现实里 Beaver 没有电视剧里那么冷峻，阳光透过窗户打进来，比剧里更亮也更温暖。听说达芬奇密码也在这里取过景，不过我没找到图，不知道是哪一幕，欢迎写在评论区。这个城堡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值得参观的。我感觉这个城堡它里边的装潢啊，把这种镜子用到了极致。别看它叫 Castle， 但它其实建造就是为了奢华型住所而建造的，因为它在1816年的时候经历过一场大火，所以现在是从那以后重建的，它已经完全没有城堡的这种防御的作用了。这里的花园也是不容错过，视野特别开阔，一眼望不到边儿。我们到访那天天气特别好，加上金黄的秋景，还真是得感叹一句，老牌贵族庄园真会选地方。硕果累累。这还有一棵猴爬不上去树 Monkey Puzzle， 底下都砍了，猴就爬得上去了。这看到了一窝袋菊，我最后一点电要贡献给他们了。这家的花园上上下下爬起来挺暖和呀，我现在都已经开始穿短袖了，现在已经是10月中旬了，快。地上有大片的裂开口的板栗，好扎！哎呦，好扎！来看，不过那天还有个小插曲，瓢虫大爆发。你身后全是瓢虫，是吗？真的是不夸张，走几步就能看见几百上千只。疯了吧这是！哎呦，都落我相机上了。哈登庄园是我们这趟行程里最像故事书的地方。整座庄园建在山谷边，外墙全是灰色的石头。这座庄园大概有900年的历史，是英国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纪宅地之一。但我们知道它的原因是因为简爱，至少有3个版本的简爱在这里取过景。你能在不同年代的剧里看到同一条走廊、同一扇窗、同一个花园，这里几乎成了桑菲尔德庄园的代名词。庄园那种古老、原始、未经细致修缮改装的感觉，非常像《简爱》电影里的场景，安静、克制又有故事。他还在2005年《傲慢与偏见》里短暂出镜。不过来到现场你会发现，和电影里那种神秘和压抑比起来，阳光天的这里其实还算挺舒服的。不过不敢想象英国冬天日照短、天气阴冷的时候，这里又会是什么一番景象。这是这个厅在1936年的时候的样子，里面还这种方格形彩色的玻璃窗，感觉好梦幻呀。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庭院，因为城堡建在山坡上，所以庭院像是梯田一样沿着山势展开，阶梯状的，这可能就是他说的 terrace。金翅雀在墙头鸣唱，在花园静静待一会儿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看水面波光粼粼和天鹅优雅的翩翩起舞。下一站我们来到了 Penshurst Place， 这座庄园可以追溯到14世纪，后来成了 Sydney 家族的宅子。我们在走廊看到了好多影视剧的剧照，狼厅、另一个波林家的女孩都来这儿取过景。除了这些影视剧的背景，这栋房子的大厅本身也特别有气势，又原始又空旷，房顶特别高，全是粗大的木梁，一抬头就能感觉到那种中世纪的感觉。本期视频的最后一站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在所有参观过的庄园里最努力营业的一个地方，那就是 Knebworth House。 这座庄园的建筑是哥特复兴风格，外观真的特别惹眼，从远处看就能看到那些尖塔和雕花。
真的是你走着走着就会停下来多看两眼的地方。它和那些端庄典雅的贵族宅邸不太一样， Knebworth 更张扬，更有性格，甚至还有点带戏。他们专门有一间屋子摆满了在这里拍摄过的影视剧海报，像蝙蝠侠、哈利波特、王冠、国王的演讲、帕丁熊2都来这里取过景。但 Knebworth 更有名的其实是摇滚音乐会，皇后乐队、绿洲乐队、滚石乐队都在这里演过。想想几十万人在草坪上摇滚，背后是几百年的庄园，好像有点带感。室内不让拍视频，但可以拍照。我们拍的时候遇到一位讲解的老爷爷，他特别健谈，指着地上一张老虎皮说，你看这老虎的头正对着我休息的椅子，每次抬头他都冲我呲牙。最让我意外的是，里面有一个非常中式的房间，摆着一张雕花特别精细的拔步床，这种床是叫拔步床吧？如果说错了，欢迎指正。还有一些中国古董，甚至有一个公元前的青铜器。走出主楼，外面又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草坪上全是小朋友在玩耍，这地方还有恐龙公园，很多当地家长会周末带孩子来这儿。你看这庄园还挺全能，影视迷和遛玩的家长都能在这儿找到喜欢的理由。Knebworth 给我的感觉很特别，它既有电影的浪漫感，又有生活的烟火气。你能想象剧组在厅堂里拍戏，也能看到小孩在草坪奔跑，历史和现实在这里并行着，一点都不违和。庄园的故事还在继续，只是换了种方式。讲到这里，我们这趟英国热门剧集拍摄地之旅就要告一段落了。评论区告诉我哪一座庄园最让你意外，或者哪一个场景让你印象深刻，也欢迎告诉我你还想看哪些大宅。现在影视拍摄几乎成了这些庄园最优质的副业，既能带来收入，又能让世界重新认识他们。对许多延续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家族来说，这大概就是他们在新时代里的生存方式，一边守住历史，一边顺应时代。下一期我们要去探访英格兰景色最迷人的地方湖区，去看看这片神奇的北方土地上，大自然的风景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诗人、画家甚至影视剧都为它着迷。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